吹开了柳暗桃花灿烂，书中故事流传，总有心动场面令人惊艳。水台碧山闪烁风微弯，回首看有人娇笑嫣然，情深处在添一笔浓淡，红尘中有你相伴，无论是沙沙或是平淡，这次一生无悔也无憾，相约下个百年，不忘今朝少年，一生的不负流年，悄悄地默默相伴，原来情感如过界，怎么是某个一念之间，他几句笔墨千言，他留下故事一篇，今生如水当映热闹，细细的婉转，雨尽同看雨水清澈，余生空负尘世人呐，待到春风拂才知今生情在一念。订酒店就同城，安心预订，退改无忧。同城旅行邀您观看，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。没事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把话带给清玄君？他怎么还没来？属下确实告诉清玄君了，但是撤！撤！云芝，我已经和燕伯母说好了，你与我同行，她高兴得很。你可以放心出门了。桑琪，现在一切以大局为重，顾不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。茶园一事，明显魏家是傀儡，但没有直接证据敲定就是宋家之事。一切冥冥之中又与西昭有关联，但哥哥和宋家又没有什么来往。现在就像这有洞一样，消息太分散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推敲。还是说四叶有一部分连哥哥的信息没有告诉我？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将我宋家排号！我不管，赶紧给我腾出来个地方持酒。就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没地方。宋洛天，你怎么到哪儿都不消停啊？好大的声音，都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自己一个人啊？怎么？可否行方便？宋洛天，你我二人虽是国子监的监生，不过多数时候是水火不容。你今日愿意与我一起喝酒，终归是想找一个倾诉的人，对不对？管他呢，就算是你桑琪也罢。那你出去吧。
我刚刚得知魏展宏的下落。魏展宏，他如今可好？发配流放当然不好。他临走前，我还特意给押送魏家的官兵一些银两，让他们在路上多多关照魏展宏。可刚才从驿站传来消息，说他们马上到达荆州地界了。此事，宋太傅可知道呀？不，我父亲不允许我在家里提魏家一个字，他和魏家的关系摘得干干净净，所以我也只能独来，借酒消愁。此前我还以为宋乐天、魏展宏就是你的一个小跟班而已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对他倒是有几分情谊，这令我丧气刮目相看啊。只不过这魏展宏对你是忠心不假，可现在魏家定罪也却是事实，就凭你对魏展宏的信任，就能为魏家开脱吗？我虽然老是差遣他，但我们也是相识多年的伙伴了。我爹管教的严，我有点脾气，所以我就只能让魏展宏替我干一些差事。说到这儿，对不住了。起来！话不能说一半嘛，你得说完啊。什么差事？我托他之手捉弄过你，可是让他给搞砸了。你就当人不记小人过，撒他，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行，我原谅你。不过你得先细细道来是哪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在国子监中毒的那一次，是我要魏展宏在饭菜里下了药，你非要给思夜做饭，我就往里下药。你让魏展宏下了什么药？泻药。看这个。不，我吃下的并不是泻药，而是西周的毒粉，能置人于死地。这么说来，这魏展宏必定也与西周脱不了干系。糟了，我们备案算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说好，喝了酒就是好朋友。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跟你喝。不是，桑启，你回来！我宋乐天终究没有朋友。哎，小姐，你突然跑去荆州干什么？阿奇，卓公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劝住小姐。你去荆州何事？思夜好像中了埋伏了，我要去救他。他有难，值得你去拼命吗？是的。小姐，等等，我陪你去。公子，从驿站出来好一会儿了，为什么他们还没到啊？会不会路上出了什么事儿？押解是个苦劳，不会这么快的。
动手！公子，前面有声响，撤！这。 没事，救人！救命！别去救人！别去救我！四爷，快走！魏大，快走！这，下！ 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本人没有事的。四爷，四爷，岳四爷，我们是受严大人之名而来，别管我去追人，跟我走。是。哎，大师，不好意思，公子，救命！你去追魏长红，我去追魏大人。千万小心！阿奇，阿奇，公子，公子，阿奇！还是来迟了。大人，麻烦你们善后，我还要回官道一趟。是。
公子好点了吗？爹，爹，怎么样了？吃完了，李大人死了。二师，爹伤得这么严重，我们得赶紧回城就医，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。走。阿青，你先回去，别管我。万一那帮人再攻过来了呢？我要你安全。叶云之，这不是国子监，我不是要替你说这种话的。那我们还等卓公子吗？他应该不会有事的。那帮人不是冲着他去的，不会多此一举。还有那么多官兵护着。走，小心。来，走。公子，我带你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一起做。可是，早说嘛。公子小心伤啊！周公子，魏展宏怕是生还不了了。不打紧，计划已经失败，他也没有活着的意义了。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，严三郎那边收到魏家即将到达荆州的消息后，叶云之必定暗中跟随。只是没想到，半路杀出来个桑启。事已至此，我看算了。我已经料想到了计划失败的可能性，在回去的路上埋伏了人手，亡羊补牢。不可以伤害桑启。知道周公子的心思，早就吩咐下去了，绝对不会伤害到你的小桑启。不是受了伤了，哪来的力气搂这么紧？我不是要你好好待着，怎么又贸然跑过来？魏家有鬼，你跟着他们一定有危险。你知道他们有鬼？苏洛天跟我说了，他给我下的是泻药，经了魏长红的手，却换成了西招的毒粉。魏家一定不简单。
来，靠着我。果然是西周的人。想要把我们赶尽杀绝，果然不负名声。快起来！公子，怎么会这样？公子，我们现在只有1匹马了，可能一起回城有些困难。阿七，这里危险，你先回去。换来大夫和马车，我们在这等你。我陪着你。白石，麻烦你去一趟吧。我好，交给桑小姐了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阿七，你别这么看着我了，我没事的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伤这么重，好好休息，别说话。我想说，既然你想说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，哥哥跟西周到底有什么瓜葛？宇兄，为了庆祝你身体开始好转，我把我爹最好的酒都给偷出来了。宇兄，你怎么了？白天不还挺开心的吗？是边塞那儿出了什么事儿？一念之差，千里之遥。啊？一念之差，千里之遥。哥，这是何意？那时候我也琢磨了一阵子。第2天，宇兄就在我面前暴毙而亡。按照仵作的说法，宇兄他是病急攻心，可宇兄那个时候明明就告诉我，他的身子已经开始好转了。而当我想要追查真相、找线索时，却发现宇兄在国子监的所有痕迹都已经被人为的清理了。难道是因为哥哥知道了一些不为人知但又极其重要的信息？你们在干嘛呢？啊？是谁让你们烧宇兄的东西了？我们不知道啊。方才有一个自称官府的人吩咐了博士，博士让我们烧的，说只是清理杂物罢了。那些烧衣服的人是没有办法追查到，对不对？宇兄的事情很快就被了解了，从国子监到太尉府，都默认了他就是因重病而亡。可是我心里清楚，我清楚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谋害了他，只不过对方过于隐蔽，而我那时又是一个学生，无力追查，也无力与之抗衡。是因为你的坚持，哥哥的事情才没有走入死局。不过，你是怎么查到西昭这条线索的？自我任职国子监4夜，我就一直在侦查，利用严三郎职务之便，我一直暗中留意着与玉兄相似的死亡状态。就在你进国子监读书的前后，我们发现了一起特别相似的案发现场，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西昭的坟墓。怎么会这么巧合？现在线索指向了宋、魏两家。虽然对方在暗处，但我可以肯定他们势力极大。当初我进国子监的时候，你对我百般刁难，后来又安排我到凌无峰去拜师，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你，都是为了保护你。到底是谁？我
只是希望你经受历练之后能够有能力自保，害怕的就是像现在这样遭人暗算。四爷，四爷，四爷，你没事吧？阿七，我突然想休息一下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睡。叶云之，你看着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着我。你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见面啊？你真的愿意让我带着这份感情独活吗？那我们何时见面？我不是知道的吗？公子，凡事，鱼，公子，凡事快！公子，马车和大夫都到了。公子，你这嘴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又伤你了吗？赶紧扶他上车。不要他扶，阿七你扶我就行。可是公子，来，是我的剑。好。官家，严三郎，情况追查的如何呀？回禀官家，魏大人死了。仵作查到魏大人肩上有西昭的雕花纹身，魏展宏不知去向，生死未卜。魏家罪名既定，但现场已被人清扫，还不知魏家所联系的上家是谁。是燕云之前去追查魏家的，他现在情况如何？燕四爷，他为了查明真相，受了重伤。四爷早，四爷早，走。四爷回来了。四爷早，走。四爷，燕四爷，云之，你来了。大家现在学习这么认真啊？科考临近，日常模拟罢了，免得到考场上面手忙脚乱的。我为大家带了点吃食。白蛇，放下之后给大家打点水，慢点，慢点，让大家洗完手再吃。谢谢四爷，谢谢四爷。现在声如洪钟的，刚才写文章的时候怎么都歪歪斜斜的？我赋闲多日，对大家甚是想念。妍妍，本来呢还想找个日子约你去小酌几杯，现在冯博士盯你盯得那么紧，我看就算了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小酌怡情，下走走动。冯博士督促大家学习是为了大家好，大家一定要学出点样子来，明白吗？知道了，明白。你看，郭成军这字，现在光看这字，我都不用看文章，我就知道你进步了。多谢四爷赞赏。水来了，水来了，大家伙休息一下吧，吃点东西啊。走，来，谢谢四爷，来都洗洗手吧。快啊，分一下，是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看看，给你，这么多。四爷这简直是脱胎换骨啊！拿着，慢慢分嘛。对，把那个递给我。山侯，这又是哪招啊？别担心，演戏要演全套。都谢谢四爷啊！谢谢四爷。来，给我，我要这个。哎，来给你们。阿七，一会儿我想和你说说话。行，这还有呢，别，我一个人吃不完。我这个好吃啊。
你给他尝一下，这个好吃，传给他，你尝尝。阿奇，桑爷，四爷好。阿奇，桑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这是干嘛呢？这看什么呀？巧，哎，还给我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看不懂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不是看你一个人无聊吗？就是。我不无聊，你们回去吧。叶四爷好。卓云远没在里面吧？没有没有，卓公子没在。老爷，燕公子来了。桑太尉，燕某贸然来访，还请太尉见谅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交流一下桑琪的学习情况的。可我记得你已经不是国子监的司业了，现在都管到家里来了。太尉说的是，燕某现在确实没有公务在身，所以广接一些私塾家教的私学活动。燕某觉得桑琪在学业上正是需要辅助的时候。叶云之，你有话就直说。那便不瞒桑太尉了，燕某到了婚嫁的年纪，钟情桑琪已久，还希望桑太尉可以将我当做未来桑琪的夫婿人选考虑。林平啊，今晚吃什么？哦，今天李家三公子准备了大排，已经吩咐厨子去做了。整日往我们家送这些，好像太尉府少这道菜似的。只能说，我们家阿启太受欢迎了。现在汴京小姑娘不知道都怎么想的，什么四大公子、四大美男，依我看，比老夫当年那都差得远了。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似的，还桃花眼招蜂引蝶。太尉大人，我们家公子可是……你看我这记性，都忘了你还在这儿。小侄细心听教。说来，燕桑两家是汴京的两大家族，按理说是门当户对，可凡事都有阴阳两面。若他儿联姻，只怕会树大招风。桑太尉的用心，小侄明白，但婚嫁之事乃终身大事，还是更应该考虑桑琪的感受。连篇啊，燕公子处这好一会儿了，你怎么连个茶都端不上来啊？我平日是怎么教你的？哎呀，是，我正要去拿呢。不必了。那小侄就等到桑琪有了主意，到那个时候再正式登门拜访。多谢太尉，先告辞了。说什么来着？真是9981难。我早就听说他是块臭石头，如今放下架子，笑之长笑之短的，看来不妙啊。阿启迟早会被他拐走。老爷，您刚刚明明把他赶走了呀！你懂什么？他迟早还会来。父亲，老爷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这个。
我听说陈留有个职位空闲缺人，就把你的名字举荐给了吏部。陈留啊，那儿地方虽小，但离汴京很近，总算是个差事嘛。想清楚了就走马上任。你如果再这样浪荡下去，今后连个老婆也讨不到。那我也取个仙鹤吧。嗯。何事这么着急啊？燕四爷真的走了？走，走哪去？从吏部听来的消息，说四爷要去陈留做小官，几日之后就要出发上任了。本以为四爷会回来主持诗和礼，没想到师生一场，缘分这么浅。哎，我也有个好法子。哎，什么法子？什么法子？等会儿小考，各位不要太上心，应付着来就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冯博士觉得四爷不在，我们都学业不精？还是桑爷懂我，冯博士必然会生气，禀告官家。接下来的事情不就明了了吗？嗯，对，是。唉，卓兄，尤其是你，不要总是一枝独秀，这事儿还是得大家齐心协力才行，是不是？是，对。不知道你们在愁什么？国子监没有这燕云之，又不是开不下去。你不想让燕四爷回来了？我是来读书的，不是来追随他的。你们呀，还是太年轻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放这吧。气死老夫爷！赶紧回去，静候佳音。得嘞。阿琴，你这么想燕云之回来吗？不只是我想，所有的剑生都想。其实他们表面上是很畏惧四爷，不过他们的心里何尝不是赞同他的教学理念？他们是嫌冯博士太古板守旧了。我问的是你，哪里问其他人？罢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陪我去沁芳楼吃酒吧。可是我今天有事儿，你自己去吧。现在害死哥哥的凶手仍未现身，危险近在咫尺。四爷他莫非是要去陈留避难？有人来过。真是天公作美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你这么偷袭我，你就不怕我一掌把你拍飞出去？你可别忘了，在武功上我可是你的师兄。再说了，你下不去手。你都要去陈留了，我怎么还会下不去手？你已经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了，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。前几日还逆着，如今这么重要的计划也不知道知会我一声。果然还是把我当成外人。阿七，我只有去了陈留，守住那个官职，未来我才有底气
去你府上跟你父亲提亲的事。提亲？谁说要跟你成婚的？哎呀，被我捏住了，被我捏住，就要做我的娘子了。哦，我忘记你有伤，你没事吧？阿七，其实你若是不让我走，我便不走。哥哥的遗志尚未完成，再说了，西昭的事情没有查清楚，你不能撇下。我在问你，滚！哦。待宿命开始执念难以续，愿用这辈子换瞬时相知，有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如果是爱的坚持生成了倾慕彼此，我才拥有这一世。如果是念着旧事变成了我的差距，我绝不能为之。如越着完美的故事，是风筝我决绝的样子，心却在未路的城市切换了开始，是了为真爱的人世。我写下心悦的陈词，我也接受了这轮转的盛世。淡薄贪食，融成了深刻温湿。将爱从淡薄贪食，融成了深刻